欢迎回到乌鸦学舌，跟我们一起学习华语相关知识。今天的乌鸦学舌要来解释与分析两个学习者容易搞混的词，差不多跟差一点。差不多和差一点都用来表示事物之间的差距，但它们的用法和含义略有不同。一、差不多。差不多是一个形容词，意思是几乎一样，接近或非常接近某个标准或数量。如果用图示来表示的话，可以看以下的两个图。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多边形跟右边的圆形几乎一样大，这时候我们通常会说这两个图的大小差不多，而不是差一点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如果两个比较的事物非常接近，我们会用差不多来形容。以下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例句一：我们的身高差不多。例句二：这两件衣服的颜色差不多。这边可以注意的是，如果差不多放在句子最后面当术语，通常前面的主语会是复数物品的集合，如例句一的我们的身高，或例句二的这两件衣服的颜色。以下我们再分别针对几个不同的分类，举一些比较常用的例子。一、表示时间的接近。例句一：他们两个差不多同时到达。例句二：现在时间差不多8点了。学习者可能会对这里有一点疑惑，但请把时间看成累积的量而不是数字，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二、表示数量的接近。例句一：这两本书的页数差不多。例句二：我们的收入差不多。三、表示情况相似。例句一：他们的经历差不多。例句二：这两个城市的气候差不多。二、差一点。差一点是一个副词，意思是几乎达到某个标准或数量，但还差一点点，有一点点不足或差距。如果用图示说明的话，可以看下面的这个图片。刻度最高是100的话，99或98跟100的差只有1点，所以当有一个标准或数量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差一点。记住，这里的差一点一定是跟某个基准比较。例句一：他考试差一点就满分了。这里的基准点是满分，也就是100。例句二：我差一点就迟到了。这句的基准点可能比较难理解，其实就是约定好的时间。以下我们再分别针对几个不同的分类，举一些比较常用的例子。一、以时间为基准。例句一：我差一点就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。例句二：我差一点就忘了带钥匙。二、以数量为基准。例句一：他差一点就凑够钱买那辆车了。例句二：这道题他差一点就答对了。三、某种情况为基准。例句一：比赛中他差一点就赢了。比如赛跑，差0.01秒就赢了。或拳击，差1秒对方站了起来，所以没赢。例句二：他差一点就摔倒了。比如某个角度就会跌倒。这里就是以那个角度作为基准。最后，我想举一个微妙的例子，让大家猜猜看是否能分辨两者意思的不同。A. 这只小狗差不多死了。B. 这只小狗差一点死了。大家答对了吗？这两句的差别是 A 的意思是小狗死了，但 B 的意思是小狗还活着。如前面所述，差不多表示的是程度很相像，而差一点表示的是离标准还有差距。用这个例子，大家可以再思考看看这两者的差别。最后，我们再讲一次结论：差不多用于表示两者非常接近或相似。差一点用于表示某件事情或某个标准接近完成，但还未完全达到。好了，今天的乌鸦学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新的华语知识与学习资讯。乌鸦学舌，我们下次见。